我家厨房失火了，吓得我连忙往里倒水，一连浇了2吨水，火却越浇越大，气得我连忙牵出水龙头，直接一口气放了整个水库的水。然而火却更大了，眼瞅着厨房要烧成灰了，一怒之下，我捡起包子朝着厨房冒火的洗脸盆砸过去。然而包子却出现在了我在一位女将军面前。哪来的？李仲胆子大，捡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。好香！他又捡起一个递给陆小安，自己手里那个已经完全塞进嘴里了。我先试试有没有毒。将军，您等等。半个时辰过去，李仲没事儿，还在品嘴里那香味儿。所有人都兴奋了，但一共就10个，李仲吃了1个，还剩9个。将军，您有伤在身，快些吃了，只要您不倒下，我们还有希望。就在1天前，陆小安奉命来到前线抵御鞑子的侵犯，然而己方士兵伤亡惨重，外有鞑子，内有奸细诬陷陆小安通敌叛国，这让本就身中数箭的陆小安心如死灰。给你家孩子的。谢成正要推脱，就听李仲大喊一声：“快看，又一袋！”这一次来的是个黄色的袋子，上面还有字：“美元外卖，省时省心更美味。”袋子里还是包子，但这次的个头比刚才那袋子的大，还有一个盒子，看起来像是米粥。袋子上有一张白色纸条，这是何物？难道是什么秘密信息？但从没见过这样的传递方式，用包子传。陆小安将纸条扯下来，仔细看了好半天，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，美元外卖一口香包子铺，非清真的在线支付已支付，订单号、下单时间、牛肉圆葱包子小米粥套餐，龙井台什么号？于先生。谢成，你可能看懂。谢成仔细看了好半天，摇了摇头，又来了。接下来1炷香的时间，这个炭盆子总共往外吐了100多袋包子，所有人包括陆小安都盯着他想不通，到底这是显了什么神通的时候，哐啷一声，盆子里飞出来了另一个盆。李忠立刻拔剑精准的将他打飞出去，掉在地上转了几个圈之后不动了。好家伙，这是要害命啊！李忠将盆捡回来，盆光光滑滑，镜子一样敲起来当当响。这是什么做的？这么轻，但是能做到这么大的盆？李忠说着咬了那盆一下，硌得牙疼到差点蹦起来。怎么这么硬？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些包子试毒之后，优先发给守城墙的将士们。夜里鞑子很可能还会来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城墙。同一时间，身处现代的于19彻底惊呆了。他发现自己不管往洗脸盆里丢什么东西，都会消失不见。就在他一脸懵逼时，洗脸盆里往外吐出来了几把带血的箭矢以及绷带。我擦，这是什么盆？不光能吃东西，还能吐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于19跟着把手边的园艺铲子和斧头丢了进去。另外一边，陆小安和军师守了一夜，盆都很安静，人不能贪心的，就算是有神迹，也不可能一直显灵。陆小安正在等待前方探子消息时，炭盆又有了动静。这一次出来的不是包子，是一袋白色的盒子，热着，应该也是吃的。打开来，竟是一盒白色的饭，不是糯米饭，更香甜松软。另一盒里是一整条鱼，酸甜味道的，跟着又来了一袋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食物，从没见过。外面有一层酥壳，里面闻起来好像是鸡肉，还有些红色的小袋子，上面写着番茄酱。谢成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陆小安将吃食推到他面前，带回去和你家人一起吃。嫂夫人还怀着孩子，跟着我们被困在这里受苦了。谢成5年前高中状元，还娶了国师之女，原本能在京城享福，但夫妻2人心系边关，放着高官不做，来做军师，遇到荒年也不走，选择和将士们共进退。炭盆又有了动静，这次冒出来个巴掌大小的铲子，还有一把斧子。陆小安将木柄斧子拿起来，不大很轻，但是极其锋利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，找了块木头一劈，毫不费力，甚至能将剑鞘一剁2半。此乃神器啊！虽然小了点，短了点，但若是给斥候带上他们出去探敌情的时候，也是件趁手武器。谢成眼睛都直了，看看炭盆，据桌上写了一张字条，点了火，丢进了盆里。你做什么？许愿啊！这盆不寻常，咱祭拜祖先不都要烧烧纸、烧烧信，这样祖先才能接收得到。我把想要的东西写在纸上烧过去，问依灵呢？而此时的于19发现，好不容易熄灭的火再次从洗脸盆中复燃了，盆里掉出来一些烟灰片，好像是烧纸之后的残留物。于19一怒之下开了灭火器，对着盆就是一顿喷。没一会儿又来了些烟灰片，再喷。什么毛病？我给你的都是好吃的，你就给我送回家？信不信我把你敲成渣渣？于19怒了，一罐子灭火器都喷完了，直到一张字条掉了过来。陆小安将它捡了出来，看起来是草纸一样，还是用毛笔写的字。纸张内容：请求神明赐予粮食。神明什么意思？明明是盆成了精，盆却说我是神明。是个倔强且有思想的盆盆呢。冲进客厅，于19拿了一袋大米倒进去，一边倒一边说：“盆盆啊，你知不知道大米饭怎么做？”随后又丢2瓶矿泉水，再索性把电饭锅一起丢进去。将军，您的字条刚才没烧，直接扔进去了吧？谢成在盆里左看右看，字条没了，但许愿的东西没出现。突然，白花花的米从盆里流了出来，跟着蹦出来2个瓶子，还有一个圆墩墩的大东西，后面还拖着一条白色的线。您许了什么愿？粮。看来是不能烧啊，直接扔纸条就行啊。谢安颤抖着拿出纸笔，一顿狂写：兵器甲胄、防寒衣、肉干烧酒、白馍饼。要是有箭头和药材就更好了。
一大张纸叠吧叠吧扔进盆里之后消失了。消失了，神明肯定在看我的字条啊！谢成自信地蹲在盆旁边等东西冒出来，好久之后啥也没有。李仲好奇宝宝不知道怎么把电饭锅盖子弄开了，他把内胆拿出来，还是这么硬。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，把神明惹不高兴了？我得给神明点几根香。陆小安捏了一把米，晶莹剔透，颗颗饱满，闻着有一股清香的味道，就算是宫宴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好米。神明所赐虽然不多，但他应该算是实现他的愿望了。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陆小安提笔准备写信。男人回家发现一件怪事，家里的洗脸盆竟然连接几千年前的古代，无论往脸盆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送到1000年前的女将军身边。短短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男人已经把整个超市的物资送了过去。为了感谢男人，女将军决定亲自提笔写信。乾元3年，镇北将军陆小安镇守居越关已4年零3个月。3年初，北地大旱，屡遭蝗灾，又逢疫病，致使农田荒废，粮草不济，井水枯竭，颗粒无收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军中亦粮草短缺，士气受挫，然鞑虏劫掠之心不死，屡屡进犯，居越关已摇摇欲坠。恰逢此时，遇神明庇佑，神明之恩不可计量，吾等谢意亦难以传达。若神明愿继续庇佑，助我等成功击退鞑虏，业定斋戒祈福，以身祀神，着子孙世代供奉，以印为证。盆里出现了一枚印上好的羊脂玉制成，纽扣大小，刻着陆小安印4个字。原来要粮食不是盆盆的想法，而是另有他人。盆盆只是和某个时空连接的载体，我丢进去的东西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全部都去了那边。离谱，可是被叫神明有点双有木有。写信这人说的，他们那边好像过得挺惨。于19当机立断，把生鲜储藏室里所有的存货全部倒进去，红豆、绿豆、玉米面、木耳、银耳、黄花菜、新鲜蔬菜和冻肉、盐和味精、酱油、醋，整整1个小时，生鲜室空了一半。你就不能懂事一些，别让我扔，我知道你西南吗？于19摸了摸洗脸盆，随手指了一下，没想到成了。觉得中饭神明我请了，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吃饭。于19临时查了查古代打仗的兵制，每个朝代都不一样，看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，索性下单买空了几家店，合计2000多盒快餐，店家直接开卡车来送货。再给他们一些什么好呢？他们守边关打仗什么的，不光缺粮食，应该也缺药吧。于19继续刷外卖，所有能买到的清热解毒药、中成消炎药、肠胃药全买，西药消炎药有限制，但他有办法。一时间送外卖的外卖员实在太多，惊动了物业。打电话沟通之后，保安索性在门口设立了一个接收点，每接收一堆就用摆渡车给于19运过来一回。于先生，您买这么多外卖是要？我家要招待朋友，人有点多，麻烦您了。于19抱着洗脸盆去了地下酒窖，别人家都存酒，他家特殊3年放了上百箱酒精，还有消毒液，到现在还没用完呢。毕竟老爸是开医疗器械公司的，名下还有连锁药店，家别的不多，要那是多到爆。药整理好全部送走之后，于19又送走了全部的盒饭，打电话通知城北的药品仓库，让工人将所有外伤用药全部整理好，尤其是止血带、简易担架、云南白药、肾上腺素还有运动创伤喷剂，在战场上受伤了处理一下，伤兵都能再跑10里地。另外一边，前方探子回来说达子没来，不光没来，还后撤了10里，好像在憋什么更大的阴谋。陆小安算是暂时松了口气。军中的厨子用流出来的那些米煮了好几锅米汤，他也喝了一碗，米香四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能种出如此品质好的稻米。米汤优先供应伤员，只是面对满院子的伤兵，陆小安心情更沉重了。15000的伤兵，重伤的就有700多，还有几千人伤的虽不重，可因为没有药，病情急剧恶化了。最近天气越来越热，将士们伤口溃烂的情况更是无法控制，很多军医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。他身上的那些箭伤，伤口也开始红肿流脓了，只是他不想理众他们担心，撑着没说。谢成找了香和香炉回来，刚点上，炭盆突然又有了动静，开始蹦各种豆子，一袋接着一袋，红的、绿的、黑的、白的、花的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豆子啊！跟着来了2包白色的粉，还有一些瓶子。他用指尖戳了戳其中1包白色粉末，一舔竟是糖霜，好甜。而另一包甜甜，谢成瞪大了眼睛，盐，居然是盐！然而很快，谢成再次傻眼，装醋的瓶子竟然是琉璃，暴殄天物啊，简直了！这瓶子放在京城，达官显贵们都得去天阳阁拍卖，重金才能得，还不是一直有。正说着，冻肉开始冒出来，牛腱子、羊腿、鸡、鸭统统往外冒。李仲执勤完一进来，看到这场面直接呆住。他上一次喝肉汤还是上个月，杀了一匹战马，他是流着眼泪喝的。此时此刻，满地都是肉，这是龙王显灵了吗？李众人都傻了。啪嗒，又掉出来一只超级大的螃蟹，身体比一个人的头还要大，6条腿，身上绑着的带子的牌子，上面写着阿拉斯加帝王蟹。这东西装在投石车里打出去，会不会把敌人砸死？全是刺。陆小安回来时，营帐已经快要堆不下了，谢成不得不指挥厨子和士兵把这些食材全部运走。将军，这些东西很难储存，若是放坏了，实在可惜。您看，能储存的都存起来，不能储存的优先供应伤员和出城探查的将士。炭盆安静了片刻，冒出来一只白色盒子，谢成捡起来仔细看了半天。阿莫西林是什么？将军，这是药。
主要适应症：中耳炎、扁桃体炎、尿路感染、皮肤及软组织感染，这些都看不懂。但是伤寒，这个我能看懂，能治伤寒，而且还有用法用量，这就是药。陆小安仰头看天，又看向那炭盆，抽出3根香点了，恭敬地插在了香炉里，带着谢成和李仲等人纷纷下跪，对着炭盆连磕3个头。因为没见过西药，军医研究了好一会儿才决定用药。为了保证将士们的安全，第一批用药的人只有10个，陆小安也是其中之一。虽然李仲他们不太同意他冒险。冲锋陷阵时，将士们也会不顾生死地冲在最前面。我和将士们同甘共苦，为将士们试药，应该的。陆小安吞了2颗药，没什么味道，用水冲服十分方便，比那苦涩的药汤好下咽得多。阿莫西林之后，又来了布洛芬，医疗用酒精、银离子消毒剂、8次消毒液。之后开始哐啷啷的调医用剪刀，跟着来了青蒿素栓剂。军医如获珍宝，每样都拿了回去研究。午饭时间快到了，原本死气沉沉的军营内，因为肉香、虾蟹鲜出现了几分活力。虽然这些材料根本不足以喂饱3万将士，可每人能分1碗汤、1口肉都是幸福的。炭盆沉寂了一会儿，突突又开始往外冒东西，和包子一样，是那种滑袋子装着的白盒子，一袋子5盒，全是热的，一出来就像迷糊了人。香，这次肯定是吃的。李仲拆开其中1盒，眼睛都直了。一大格子白饭，上面盖着一个大肉丸子，一个油汪汪的大鸡腿，一只红彤彤的大虾，边上的格子里分别是芹菜炒猪肉、白菜和一种滑溜溜的面条，大大的酸甜的肉片，还有辣味的虾。女将军只是往受伤士兵腿上滴了2滴水，原本双腿感染的士兵竟奇迹般的恢复了，甚至就连断了胳膊的士兵在滴了水后，胳膊也迅速的结疤了。只因女将军有一个洗脸盆，只要往盆里扔东西，就会有来自21世纪的物品吐出来。这些药水也就是碘伏，正是来自洗脸盆。这天，女将军刚回营帐，发现脸盆又吐出来了盒饭。快分下去，2000分盒饭，15人分1份。陆小安端坐在炭盆边上，恭敬的右手写了一封信。今日对于居越关3万将士来说是顶好的一天，拜谢神明，萧无言以表，唯感激涕零。于19再次醒来时，才发现天都黑了。盆盆安静的在他身边，边上有张字条，看了一眼，他瞪大了眼睛。啥？那边居然有3万人，那2000份盒饭咋分啊？分不好，万一再打起来，为了争食互相之间起了冲突，别到时候边关没守好，自己人先炸营了。刚才实在太累了，他这才眯了一会，谁知道睡醒都5个小时后了。别这样，神明也有不知道情况的时候。于19赶紧给快餐店老板打电话，问能不能现在做3万份饭出来。老板人都听傻了。多少？3万份？我现在开始切菜，切到下个月也切不出来。大少爷，你这个量得找那种大型快餐生产厂。不过别慌，我有兄弟就是干这个的，我马上把他推给你。老板兄弟爽快，3万份说接就接，定好菜单，约好时间地点之后，老板兄弟还是问了一句：你这是要干啥？需不需要我提高产能？长期合作的话，我可以爆单，每顿10万份都不在话下。我们现在都是全 AI 控制，流水线生产，且不是预制菜，味道稳定，好吃。不用，我明天开始需要，早中晚各3万份，但状态可能也就几天，不会多。我给你个仓库地址，你做好就帮我运到那儿。我开了个超级大的影视项目，全是群众演员，人多，刷卡结账，1天1结，绝不压款。老板兄弟答应的特别爽快，运费都包了。于19越想心里越不安，又下单了一堆外卖，烧烤、炸串、披萨、咖啡、奶茶的，送过去算是溜溜缝吧。大规模供应得明天。傍晚，陆小安练兵回来，又看到了一地的袋子，谢成和李仲正埋头分类呢。除了这烤鸭子，还有烤肉，别的我都没见过。这烤肉做的比咱们猎的野味好吃得多，一定用了西域的香料。神明太奢华了，这种香料宫里的御膳房都不一定有。李仲捏了一杯咖啡递给陆小安，这东西我尝了一口，太难喝了。陆小安喝了一口，确实味道奇特，很苦，但是并不难喝，还有一股回甜的奶香。这2个字念什么？没见过，大概是加菲吧。李仲掀开一盒子棒约翰，又被香迷糊了，捏起一块仔细看了半天。这和我娘烙的饼有点像，只是上面没这么多东西。神明过得真是神仙日子啊，太会享受了。神明吃不吃东西还不一定呢。其实神明要是能给我们粮食就好了，米啊或者面，做成结实的馍饼，虽然没有这么好吃，但能顶更长时间。神明肯定从来都不吃馍饼，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吃什么馍饼啊？快吃吧，晚上你值夜，得吃好。最近达子随时都可能来。李仲激动的大口吃了一整块披萨。吃的时候高兴，之后吃不到了就会难过，
人吗？有俭入奢易，有奢入俭难啊。陆小安点头赞同。这些美味很罕见，但确实如海市蜃楼、美梦楼阁，容易让人上瘾，然后就更担忧失去。犹豫再三，陆小安还是恭敬上香，写了封信，放进了炭盆里。于19看完拧了眉，在信中，陆小安感谢他送的美味，但还是希望多弄点粮食，好做馍饼。他们这是在担心之后没得吃。想想也对，行军打仗的肯定要做长远计划，粮食足够且安全太重要了。但这有何难？粮食必须给，美食也管够，不然怎么配被他们叫一声神明？神明吗？有求必应。扫光所有超市和线上超市需要时间太久，于19想了个招，在网上发了个招募贴，寻找手里有粮的大老板，还真让他找着了。新米3块，1年米2块5，3年米1块2，5年米8毛。我不要最新的米，3年米就行。你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但价格要谈。我还要面粉，不要精面，能蒸馒头的那种全麦面粉就行。米我有20-30万斤，你要吗？面粉那多了去了，我兄弟一个村昼夜开干，1周就能给你干100万斤出来。3万人，就算省着吃，一人1天半斤粮，一天也是15000斤，一年500多万斤。想要度过灾荒，等他们自己的粮食重新生长，至少得有1年的存量。所以保险起见，弄里面各600万斤。姐妹儿，你认真的，你要认真，我可也就认真了。当然，给我一个你的地址，明儿我就登门拜访。于19毕竟一个人住，保险起见给了梁老板一个附近的咖啡店地址。第2天约了11点，那老板9点就蹲在咖啡店门口了。1斤面粉8毛，1斤米1块，都不是今年的新米和麦子，但绝不超过3年。你如果就这个咱们没得谈，各3000吨，给你干到底价，先付30%签合同，我立刻就给你备货。于19二话不说，把300多万定金打过去了。然后当着他带来的律师面签了合同。提醒一下，米品质如果有问题，你要赔钱的。老板一口答应，签字了。1下午时间，1000吨米已经就位，直接一口气送进了洗脸盆里。古代天刚黑，陆小安练兵回来，就看李仲端着炭盆从营帐里跑了出来，面红耳赤的呜噜。将军，快快！李仲嘴里叼着2张字条，陆小安拿来一看，哥，大量物资将在5分钟后到达战场。5块钱一包的德芙巧克力，却出现在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并且还堆满了整个教场。就连现代的大米也多得需要用马车去拉。只因李将军有个可以和现代互通的洗脸盆，这些物资都是从现代传送来的。德芙巧克力，纵享丝滑。我明白了，这可能是用来缝衣服的线，有丝且滑。掀开盖子，李仲傻了，里面没有线，反而有一股甜腻腻的味道。你个呆子，这盒子这么精致，一看就是送给女子的礼物。这类物资都可以作为战功奖励发，再不然就和琉璃瓶子一起带到咱们凯旋，让军医看看你的伤，已经无碍了。奇迹，将军，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您的伤口也完全不肿烂，和另外几个用药的士兵一样，这药简直太神奇了。就这么小小的一颗，一次一颗，1天3次，吃3天，很多士兵的伤势就已经出现了逆转。以前将士们的伤口一旦发红溃烂，就会越来越严重，轻则削肉，重则刮骨，即便有汤药时也没办法救命。老夫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。如今不一样了，10个士兵，3个重症，全都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这药实在是太好了。还有那布洛芬，发热的士兵之后立刻退热。老夫开方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有什么药效果能如此快。感谢上苍，感谢神明，护佑我大忠，护佑我叶家军啊！遗憾的是，这药看不出配方，无法额外制作。那些剩余的药不够救那么多人，将军需要做抉择。像将士们有作战能力，就优先救轻伤伤员；那些伤势过重的，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给重伤的人先用，他们也都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不该就这样被放弃。陆家军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。至于作战，我们还能顶，尽量让受伤的兄弟们养伤，暂时不要上战场。那您……陆小安摇摇头，看着炭盆，他该怎么再和神明开口要一些药呢？毕竟神明才刚刚送了这么多东西来，但都是他的兵，他实在不忍心看着他们就这样死去。想求就求，他那么仁慈，不会怪我们的。神明大人，大恩不言谢，等以后天下太平了，给您的香火必须供足。此时探子回来了，带来并不是很好的消息。达子蠢蠢欲动，不知道在折腾什么东西，营地内忙碌得很。守住居月关是我们的使命。晚上我和李仲亲自去守城墙，你是伤员，也得养着。陆小安刚要反驳，谢成眉毛一竖，
怎么信不过我？我这么精明的军师，李仲那么强大的副将，我们这几天吃得好睡得好，区几个打子，怕他们不成，他们敢来，必打到他们哭爹喊娘。你看看这红参口服液，好像是补身子的。喏，喝了。陆小安摇头，想说先给军医，谢成已经把口服液递他嘴边了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送来那么多物资，你其实都没怎么碰，大部分全都优先将士们了。但你就是铁打的，首先也是个人，神明既然送来，肯定有他的用意。喝了。谢成严肃得很，陆小安知道争不过他，只能乖乖喝。另一箱又飞了出来，李仲突然嗷了一声。李仲很快就和士兵形成了接收运输链。阿莫西林30箱，头孢克洛30箱，头孢克沃30箱，蒙脱石散10箱，云南白药50箱，布洛芬30箱，医用纱布200箱，手术包200箱，止血带200箱，简易担架300个，肾上腺素针剂10箱，镇痛剂5箱，好的快利多卡因氯己定器物剂50箱。我滴个亲娘哎，这神明已经要比我亲娘还要亲了。这么多，伤兵们有救了。陆小安从衣襟夹层里拿出颗圆滚滚的石头，鸭蛋那么大的羊脂玉料，光滑又好看。从京城来时，我还有些玉佩饰品。这些年，叶家军一直被扣粮扣饷，我和父亲的事务早就尽数当了银钱，贴补将士们了。行名在上，陆小安愿拜为信徒，无以为供，奉玉石1颗，还望神明不弃。这物流园如果租出去，应该也能有不少钱。爸爸的公司实际上运营状况良好，是一直赚钱的，但赚的钱赶不上那边烧钱的速度。要不要让那边人送点什么文玩之类过来卖？说曹操就到。盆盆突然吐出来一颗石头，于19拿起来，发现它居然还带着点温度。二话不说，于19开车直奔城东珠宝交易市场，找了个鉴定中心，就把石头送了过去。羊脂玉籽料，品质非常不错的那种。需要估值吗？需要。现在白玉料的市场价是580元1克，这块石头净重920克，总价53.4万。但如果是块非常纯净的籽料，一出价值你应该明白，在藏家眼里多少钱都不是事。于19把石头拿回来攥在手里，冷却了一会儿大脑，发现鉴定中心莫名多出了不少人。小伙子，听说你有块不错的石头，给看看呗。于19也不抠，把石头大方放在了等候大厅桌子上。有人看了一眼，眼睛就粘在石头上了。我出900万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卖给我。万一不纯净呢？绝不可能，这块料的油性没有激发出来，但我很肯定的告诉你，这绝对是块好东西。你不会是他的托儿吧？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我要了，谁也甭和我抢。2000万，我要现金。他知道这块石头价值绝对不止这个，毕竟也是老爹带着到处看过好东西的人。每次没钱花的时候，男人都会跪在洗脸盆旁磕3个响头，随后盆里都会多了一颗鸵鸟蛋大小的羊脂玉籽料。只因男人的洗脸盆可以和2000年前的女将军交换物资，这颗羊脂玉籽料就是女将军送给男人的。他刚带去古玩店，就被人以900万的价格疯抢。2000万，我要现金。小伙子，你可能还不懂，要是开出来真的一点杂质都没有，这块石头别说2000万，5000万都卖的。赌石吗？我懂，现金捡漏，要不要？没砸，没沁，没柳，糯性，油润度完美，硬度绝对在6.5以上。这么大一颗，做梦都找不着，你们就眼馋去吧。一个浑身名牌的老板风风火火跑来看了一眼玉石，就捶胸顿足，怪自己来晚了没买到。3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你别卖给他，卖给我。已经出手了，不好意思。大哥根本不带理的把石头塞包里，再不给任何人看。你是真傻了，这么好的石头多么罕见，何止5000万啊，找个大师雕出来，9位数都卖得出啊。于19耸耸肩，他没那么多时间等，能立刻变现就不纠结。这块石头更大的价值是给他提供了新思路，多来点这种石头，他房都不用卖了，那陆小安将军完全能靠他自己养活3万大军啊。小伙子，还有的话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我自己吃不下了，还有我的朋友。有，这算是我家最小的，比这好的，比这大的还有。小伙子，你不会是把你爷爷爸爸的私藏拿出来卖了吧？我可说好了，你家大人要是找来，我是绝对不退的。我家大人都去世了，我一个人抱着一堆石头也没什么用。好，你这朋友我交了，留个微信，有货随时联系我。回到仓库，于19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先送过去1000吨大米，但毕竟这么多，一股脑儿全转过去，搞不好得把他们军营埋了。准备接米，量大，石头很好，可再来。4条传过去之后，于19肚子饿了，那快餐老板电话怎么打都不接。星期4了，
好像肯德基打折来着。于19打开手机，把所有能买的肯德基的店全刷了一遍。另外一边，神明居然喜欢石头，李仲安排几个人出去捡玉石，多多益善。居月关所处北境，东侧不到10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皇家白玉矿坑。天灾之年，石头不能当饭吃，所以玉石矿早几年就停止开采了。神明想要多少有多少，用白玉给自己修个仙宫也不是不行。晚间起了浓雾，火把都照不透的那种，城墙上可见度只有不到3丈。鞑子的战鼓咚咚直响，除了正面攻城的，还有个鞑子鬼鬼祟祟躲在一处废弃矿洞里，被抓住之后嘴特严，什么都不说。谢城精神紧绷，刚下令所有将士们提高警惕，空中一个巨大火球就飞了过来，防御。火球哐的一声正中城墙，把还没补结实的缺口又给砸开了。这帮鞑子哪儿弄的这么大劲儿的投石车？所有人注意云梯。浓雾中看不清楚有多少人攻城，但绝不能放一个鞑子上来。有人发出惨叫，就在缺口附近。谢城赶紧赶过去查看。火球炸开后飞溅出很多火花，粘在士兵身上就起火，怎么扑都扑不灭。没见到鞑子攻城就扔过来一个火球，是想干什么？也许是佯攻，不要放松警惕。而另一边，一小波鞑子已经从密道入城，直奔伤兵营地而去。经过粮仓，鞑子们突然停了下来，里面灯火通明的，士兵们一袋一袋在摆放东西，数量巨大。就在他们要有所行动时，却被陆小安带队堵住了后方。一支暗箭射来，陆小安已经应声倒地。大营里，军医满头大汗，陆小安身上的暗箭被拔出来了，确实有毒，乌头。因为扎在了血脉上，虽然用神明送来的止血带能止住血，却控制不住毒素的传播。乌头这种毒，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解毒方法，更何况现在军中没有一点中药材，那些药没有解毒用的。将军昏迷，毒量一定很猛。那暗箭是城墙上自己人射的，陆家军里有叛徒。谢城一脚踢到了炭盆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提笔写了张字条丢了进去。客厅里已经堆了500多个全家桶，后续还在送。于19正要把第一波送过去时，盆里蹦出来一个字条：入夜，将军陆小安不幸遭遇毒手，身中乌头剧毒，现正命悬一线，跪求神明救助。中毒了吗？打仗不是应该外伤多吗？怎么还带中毒的？几个电话打出去，又查了一番资料之后，于19开车直奔市立医院急诊部找妈妈的朋友张医生。阿托品注射液、大量葡萄糖注射液、球蛋白、破伤风针剂、麻药、手术刀、镊子以及缝合针、缝合线。张医生虽然疑惑，还是按着于19的要求全部准备了。小鱼，病人在哪儿？怎么不送到医院来？张阿姨，有空我再向您解释。于19打了声招呼，拿药就跑。回家，他立刻将张医生嘱咐的救治顺序、肌肉注射、伤口缝合、静脉输液护理等相关信息打印好，连着药一起丢进了盆。不过这个陆小安是什么情况？身为将军怎么动不动就命悬一线？于19打印了张字条丢过去，谢城赶忙回了信。于19看完信松了口气，陆小安已经醒了。古人对现代药品果然没什么耐药性，药效真好。不过谢城说城墙破了是什么情况？看来不光要准备粮食，还得帮他们加固城墙啊。这些鞑子可真讨厌，修补城墙都要水泥棒。于19正打算研究去哪里买水泥时，快餐工厂老板来了电话，连番道歉：小帅哥，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一天，今天没弄出来，我带着厂里的采购忙了一天，终于搞定了明天的食材。做不出来就不接电话吗？我的人饿了一天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明天早饭我给你免单100份。不用100份了，你帮我熬一锅鸡汤，要很补身体那种，如何呢？必须没问题，我让我老婆亲自熬，当归、枸杞、党参全给你加上。我现在就要。成，2小时后我给你送你家去。这些肯德基赶紧送去。于19又找到了爷爷以前存的几根品质特别好的老山参。走你！1个半小时后，鸡汤来了，于19自己盛了1勺尝尝，味道不错。又打印了一封信塞在深盒子里，连着鸡汤一起丢进盆。另外一边，谢城守着陆小安，一是要看着那输液的液体不能没有了，手册上说气绝对不能进入血管；二是为防晚间鞑子在折腾什么幺蛾子，他能第一时间代替陆小安坐镇。炭盆没闲着，一直在土炸鸡肉。鸡肉之后来了几盒人参和一个白色陶盆，深盒子里有一封信，上写陆将军亲戚。什么东西搞得神神秘秘的？谢城掀开陶盆盖子，一股香气直扑鼻子。谢城忍着口水，将鸡汤放在火上温着。陆小安正好醒了，谢城把信给他，然后给他盛汤。信上只有3句话：还有何需求，尽管开口。把砂锅里的鸡汤喝了，喝完砂锅还回。陆小安忍不住笑了，都快被毒傻了，还有心思看着信傻乐呢？别看了，先喝。谢城收了信，把鸡汤塞在陆小安手里。
陆小安一口气将一锅鸡汤全吃完了，胃里暖暖的，身上的伤都不疼了。按着神明的要求，他把锅放进了炭盆里，还回去了。要输的液也已经输完了，谢成帮陆小安拔了针，拿着那细小的针头研究。这针里面是空心的，什么样的匠人能打制出这么精细的针啊？而且是把药直接打进血脉，这算不算注入内力？陆小安感觉精神头好了很多，提笔写了一封信。这次不是感谢，他想要一张神明的画像，知道了神明的法相，也可以更好的供奉。他居然要我的画像，照片呗。于19翻了翻手机，最近一次拍照还是2个月前。送吗？算了，还是别。没等于19说完，盆盆听到一个送字，就把照片吸走了。啊，你这盆盆怎么能擅作主张？你给我吐出来！于19把盆盆摁在地毯上反复摩擦，但照片没了就是没了。照片落在了地上，谢成刚好出去巡查了。陆小安将它捡起来看了一眼，愣住。这就是神明本神吗？你怎么脸那么红？可能是鸡汤喝多了。一夜无眠，陆小安单手摁在心口位置，神明的画像就贴在那儿。昏昏沉沉睡着，陆小安是被李仲的嚷嚷声吵醒的。将军，吃的好多好多吃的，还热着。天刚亮，神明发了话，一共3万份，说是早餐，真的，所有的将士们都吃到了。李仲眼眶又红了，他打仗时不怕死不怕疼，现在却总是忍不住眼睛酸。陆小安忍着伤痛爬起来，再次给炭盆上香叩拜。这一袋子东西能顶1人1天的口粮啊，根本不用1顿吃完，1天能有这么1顿，将士们就非常满足了。京城里的包子铺都蒸不出这么雪白的包子，这是什么肉馅？这么大块的肉，有点甜味儿，真香。吃完包子，李仲又剥开了煮鸡蛋，嘴巴都变成了鸡蛋形。煮鸡蛋，将军，这是煮鸡蛋啊！鸡蛋这样吃也太浪费了，要是能孵出小鸡养大，就能有源源不断的鸡蛋了。李仲咬了一口鸡蛋，都没尝出味，就把剩下一半全吞了。